福宝究竟有多会拿捏徐奶爸？只因对方没给自己请假就生胖气，徐奶爸终于又回来照顾小福同学了。本以为几天不见闺女会格外欢喜，哪曾想还没进门就看到福宝撅着小屁股闷闷不乐的背影，即便他嗓子都喊冒烟了，对方还是一动不动。福宝内心 OS 不听王八念经，毕竟徐奶爸的请假手续并不正规，竟然忘记给公主打报告，搞得小福同学还以为对方不告而别，甚至他身上还有其他小熊的气味，也不知道换身衣服来见自己。只能说奶爸惹到福宝算是提到钢板了。或许是为了重新俘获宝贝闺女的芳心，徐奶爸一整天都化身卑微打工人，不是给福猪猪按摩马杀鸡，就是安排上自己亲手做的新玩具小篮筐。没想到他一次忘请假就换来终身卑微，不免让人想起同样脾气大的小奇迹。这小子恃宠而骄，也很喜欢拿捏饲养员。照顾他的王奶爸好不容易能休息几天，结果一回基地就看到仔仔疯狂拆家。他为了讨好孩子，还用美食诱惑。面对送到嘴边的美食宝贝，还是无动于衷。奶爸偶尔还去隔壁照顾其他小熊猫，只可惜每次都被小奇迹发现。吃醋的他气得嘟嘟囔囔的跳起来，还要制造出噪音干扰移情别恋的奶爸。拥有一个气性这么大的孩子，奶爸也是无可奈何，只能宠着呗。以至于他现在正常下班回家，都得开着车去小奇迹的场馆打报告，得到对方允许后才能成功离开。而在熊猫拿捏饲养员的赛道上，八里台二姑奶奶喜乐才是真正的王者。当初冯奶爸因为家人住院急着去医院，向领导请完假便匆匆离开，不明所以的喜乐非要等着奶爸。他在太阳底下待了好几个小时也不回家，整个动物园的饲养员都出动哄孩子，就连老爷亲自上场也喊不走这个大将主。见过大世面的喜乐却一点不慌，依旧在外场不慌不忙的等小冯回家。馆长无奈之下只能拨通老冯的电话。奶爸为收猫足足坐了2个小时3趟地铁，逐渐癫狂的他一回到动物园就翻过栏杆冲进去和喜乐骂街决斗。什么意思？我要唱人口，这是个熊啊！这比他妈多了，我才哭是吗？二姑奶奶听到奶爸发疯后瞬间开朗，心想骂痛快了真得劲，得偿所愿的她立马乖乖回家。难不成老冯每天都要给她请安才舒坦？这下奶爸都得吸取教训给熊猫请假了。估计饲养员也没想到有一天被国宝拿捏，受尽万千宠爱的咸咸仔就是下一个福宝吧？谁看到撒娇的阎王能不迷糊？身为当代妲己的咸咸仔不要太幸福，虽然亲妈带着哥哥去也陪，可他也没过上吃百家饭长大的熊生，反而遇到了真心疼爱自己的干妈。当小家伙独自一熊去挑战大树时，蕊蕊生怕孩子出意外，第一时间飞奔到树下温柔地接住对方，甚至还要贴贴哄一下咸咸仔。亲闺女蕊蕊仔在干妈眼中都不香，沉迷于小家伙颜值的她，整天抱着对方腻歪个不停，只能说撒娇小熊最好命照进现实了。就连这小子异父异母的亲姐姐蕊蕊仔也彻底沦陷于弟弟的神仙颜值。每当对方在树上欣赏风景的时候，这小妞就叼着一根大笋笋，冒雨也要亲自爬树给咸咸仔送外卖。宝贝平日里还心甘情愿充当对方的坐垫，即便是弟弟将撅起小屁屁坐他头上，蕊蕊仔满脸委屈却不生气，内心 OS 老弟是我惯出来的，只能宠着呗。老妈带着好大儿做抗摔打训练时，身为姐姐的蕊蕊仔担心不已，明明自己还是小小一只，走路都费劲，她还要站在树上努力伸手接住咸咸仔。而这小子在最爱的奶妈面前也很爱撒娇，说好听的是妈宝熊，不好听就是妥妥的狐妹子。毕竟咸咸仔吃个饭也要牵手手，一言不合就化身挂件，想方设法缠在奶妈身上不肯下来。这小子满心满眼都是自己的奶妈，以至于笋笋都不重要了。咸咸仔宁愿攥着小拳头贴贴，也不会为了干饭放弃这个撒娇的机会。没想到这么小众的妈宝男赛道，也被咸咸仔这位撒娇担当给闯进去了。难怪奶妈被这小家伙拿捏得死死的，只要对方耍赖不肯回家，他累得气喘吁吁，脸都憋红了，也要使出洪荒之力亲手抱着宝贝下班。此时计划得逞的咸咸仔别提有多得意，还有神树坪基地最帅气的奶爸，也被爱撒娇的咸咸仔迷得魂不守舍。他看向宝贝的眼神永远是满满的爱意，还对好大儿有求必应，经常抱着咸咸仔玩举高高，不是来个摸头杀就是追着给对方擦嘴。只能说咸咸仔神仙般的熊生，像极了那个从小到大都是团宠的福宝。他在韩国被2位饲养员爷爷和爸妈宠，如今回到家又是奶爸的掌上明珠，已经想象到咸咸仔长大后的样子了。估计这小子未来也是粉丝超多的顶流明星。福宝一个举动竟差点砸了奶爸的饭碗，滚滚们为了把饲养员挂网上有多努力，没得饭吃了嘿！还以为是奶爸不给女明星饭吃，但其实是小福再不回去，基地食堂就要关门了，奶爸就吃不上饭了。只能说大熊猫真是坑爹的一把好手。一向调皮的蔓越莓也很爱整奶爸，一言不合就下跪乞讨，本想用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坑奶爸，让网友们误以为饲养员虐待熊猫，却忘记自己双手叉腰和养奶爸对峙的德行。只能说蔓越莓没拿影帝就是奥斯卡的损失。雪宝也是一言不合就喜欢下跪，奶爸本想投喂果果给小家伙吃，哪曾想等来对方猝不及防一跪，吓得他都忍不住后退扶着孩子。
知道的是熊猫后肢力量不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雪宝要饭呢。同样靠演技迷惑游客的还有麦麦，这小子在大雪天独自坐在小角落啃竹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被饲养员霸凌了，吓得奶爸赶忙发言自证清白。此时的他生无可恋，感谢下一秒就要给熊猫跪下了。而麦麦之所以坑奶爸玩，还是因为这小子和隔壁邻居攀比，毕竟林岩可是卖惨的一把好手，这小子简直是将坑爹刻在骨子里。明明身手有一堆笋子，却非要扒拉面前的那几块笋皮。胖岩还经常抱着木桩啃来啃去，大雪天吃草更是令姨们心疼不已。要不是这小子300斤体格，满身腱子肉，恐怕奶爸浑身是嘴都说不清。而在拿捏饲养员这方面，喜乐才是当之无愧的大前辈。谁家熊猫热得流哈喇子也不回家，只是为了把奶爸挂网上。冯奶爸都已经急得祖宗孩子喊了个遍，姑奶奶意志力坚强，依旧是不为所动。祖宗回去吧，行吧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我都快死在这儿了。同样不愿意下班回家的还有丁丁，小家伙凭实力将动物园骂上热搜。一到下雨天，其他熊猫早就回内舍休息，他明明有家，却死活赖着不走，非要去姐姐家扒门，还蜷缩在门口可怜兮兮的蹲着，让猫粉们误以为饲养员不给熊猫开门。还有囡囡的奶爸为了让孩子控制体重，加餐环节少了好几个步骤，气得囡姐直接跪在小门口卖惨。眼见对方不搭理他，转身就拆掉竹筐啃个不停。只能说奶爸这次可真是倒了大霉，仅仅是因为克扣粮食就被熊猫挂网上，连着被骂2次。果然是一方水土养一方熊，没想到小乌拉连声音都这么粗鲁。听这声音，小公主私底下是烟酒都来了。小乌拉出生59天后开始练习走路，肉乎乎的充气小猪伸着大长腿不停扑腾。小乌拉努力许久，才终于挪动了1厘米，只能说不愧是战斗民族，小小年纪就一马当先。前几日莫斯科动物园还给小乌拉做了体检，小家伙胖到吴奶爸一只手抱他都很费力。恐怕小乌拉打娘胎里就开始健身了吧，并且单从长相来看，就绝对是战斗民族的公主。当初小乌拉刚满月时的长相颇为潦草，黑黑的嘴筒，一头炸毛，像极了搞科研的科学家。还有最为特色的俄罗斯方块黑眼圈和紧实的肌肉，各种指标直逼俄罗斯特种兵。如果说小乌拉是俄罗斯狂野派公主，那远在韩国的双胞胎瑞宝、辉宝则是甜美系爱豆。2小只都身穿软乎乎的蓬蓬裙，一看就很好入伙。其中瑞宝长相酷似韩国顶流女明星福宝，滴溜圆的大眼睛，同款嘴筒和焦糖色外套，简直就是姐妹俩共用了一张脸。并且瑞宝非常喜欢和爷爷一问一答唠嗑撒娇，乖巧的小模样直接融化屏幕外姨们的心。或许是感受到猫粉们的热情，瑞宝卷起舌头比了个爱心，还发送一个硬。恐怕韩国爱豆的技能早就刻入小家伙骨子里了。而辉宝妹妹就表现得更为活泼好动，与姐姐走甜美爱豆路线不同，她迷上了拳击，每天不是在爱女士怀里疯狂出击废妈妈，就是在用狗叫吓唬送爷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甚至有次竟直接窗飞了福宝姐姐的熊猫玩偶。恐怕辉宝就是性格火辣辣的小辣椒吧。相比之下，小乌拉虽然是战斗民族狂野派公主，但令人惊奇的是她脚后跟竟穿着白色波点帽，并且尾巴也比较长，尖尖上还带着一点黑色，仿佛出生前精心打扮过一番。或许小乌拉只是声音粗了些，外表潦草了些，内心还是像公主一样非常甜美可爱。但小乌拉父亲是官方认证的狂野战雄一，母亲则是血统纯正的野猫后代丁丁。不知小公主长大后是否也会入乡随俗，给大伙儿展示猛女搬水桶呢？眼前这只包子脸大美熊就是基地之花北川。北川出生于2006年，4岁时饿到独闯狼窝，把狼家幼崽当点心吃，后来被寻仇的狼群下了江湖追杀令。北川一边跑路一边躲避狼群攻击，大喊狼崽的命是命，我堂堂国宝大熊猫就不是命了吗？最后狼群直接把北川逼至悬崖，打算一命换一命，谁料两脚兽不讲武德，选择拉偏架，狼群只能眼睁睁看着罪魁祸首被送走，不甘地发出嚎叫，表示这个仇我记下了。由于北川受伤太重，加上营养不良，最终两脚兽努力抢救了20多天，才总算保住他的小命。因为担心北川回去会继续被狼群追杀，所以康复后没有放归野外，而是给了他编制。对此考编3次才上岸的高老也表示不服，愤恨地咬了一大口笋笋。虽然北川在基地成功安了家，但这样命悬一线的遭遇，绝对是他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。然而北川的冤种邻居雅丽得知他偷吃狼崽被追杀的事迹后，当即掏出去广州出差时学到的压箱底技能，天天晚上学狼叫吓唬北川。不得不说，雅丽是懂得如何制造恐怖效果的。而北川作为血统纯正的野生大熊猫，原本基地想使劲薅让他努力造娃的，所以北川每次正常发情时，基地都贴心为他准备了各种身强力壮的美男熊。谁曾想每次北川享受完就直接潇洒离去，想让他生孩子们都没有妥妥一枚渣女。所以北川连续多年假孕基地期望年年落空，因此江湖人称假孕天后。北川来到基地13年，共怀孕生产2次，第一胎是个混血女儿，名叫川仔，男方来自陕西，据说嫌疑爹是娄阿宝，可由于这货是第一次生娃没有经验，
竟无法理解自己生出来的这坨东西是什么，于是对川仔又吼又叫，还想攻击仔仔。为了幼崽安全，专家只能带走宝宝，另想办法。刚好萌萌在基地生下双胞胎闺女萌宝萌玉，于是抚养川仔的重担就交到了他身上。好在萌萌母性很强，把仔仔都照顾得很好。而北川的第二胎则是北辰和北霞，他们的爹也来自陕西，是七仔的邻居乔乔。据说当时两熊相亲时还发生了一件趣事，按照惯例，基地会奖励男熊一没事后果。然而，当乔乔拿起苹果砍得起劲时，北川努力伸出小短胳膊想要抢过来吃。乔乔有些无语，赶紧逃离到安全区域。果然是胳膊用时方恨短。闲暇时间，北川除了吃吃喝喝，还喜欢挂在树上看隔壁奶乎乎的小宝宝们。网友还给他起名宿管阿姨。看着北川一脸姨母笑，原来他不是不喜欢孩子，只是不想生。如此貌美又古灵精怪的大熊猫，大家爱了吗？瑞宝和辉宝到底有多费宋爷爷和爱宝？原来熊见熊爱，江爷爷才是人生赢家。这天，宋爷爷把大妹放在小摇篮里，准备帮她排便，可任性的瑞宝却不断侧身探头向外望过去。宋3岁无奈，只好手动帮孙女扶正位置。然而每次瑞宝都坚持不了5秒就故技重施，宋爷爷见状干脆直接扯过抱枕遮挡视线。可即便这样也阻挡不住辉宝桀骜不驯的内心。或许大妹并没有对外面的世界有多好奇，只是宋3岁的碎碎念实在烦熊，甚至还抓过熊掌让他闻自己脚丫子。只能说瑞宝没有给宋3岁一个大大的白眼，都算是爱宝乐园里情绪最稳定的小熊了。而比瑞宝更火辣的辉宝却非常喜欢江爷爷。这天，爷爷拿着抹布认真打扫兽舍卫生，一旁的辉宝努力练习着站立，想跟爷爷互动。江爷爷察觉到孙女的小心思，便停下，温柔看向他。爷孙俩对视的这一瞬间温暖人心，不由得感叹辉宝和江爷爷才是爷慈孙孝，而跟宋爷爷在一起只能说是鸡飞狗跳。江爷爷打扫完卫生后就要离开，辉宝想挽留对方，一着急后腿尽力了起来。此时二妹的眼神中充满懵懂和震惊，怎么事儿？我怎么就站起来了？随后辉宝努力立起后腿跟爷爷展示成果，而江爷爷也及时过来抚摸，给予小孙女鼓励。不得不说辉宝的后肢力量是真的强悍，就算是福宝狂练后肢也没站起这么久过。但实际上辉宝也只对江爷爷温柔相待，面对老母也如同小辣椒一样天天闹腾。或许是白天的时候太过兴奋，都快到半夜12点了，辉宝还不想睡觉，不断挥舞着四肢练习仰卧拳，争取成为爱宝乐园里最靓的幼崽。可辉宝总觉得自己练没意思，便不停扑腾想把老母亲叫醒一起玩，甚至还伸出小手抓住自己的朵朵脉泡。最终爱女士被辉宝从美梦中拽出来，甚至半睡半醒间还被大孝女结结实实捶了一拳。可正当爱女士压下脾气打算发散母爱陪辉宝时，竟发现闺女已经躺在地上开始呼呼大睡了。不得不说辉宝是懂得如何折磨老母亲的，恐怕爱宝也没想到3个娃一个比一个闹腾，不知2个熊孩子长大后又该如何折磨宋3岁和爱女士呢？